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你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亚当球鞋》，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双万众期待的爱德华兹一代 A11。现如今的篮球鞋市场，一上市就打折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能品牌方通过供货等一系列的手段，让价格维持在原价附近，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了。而这一次 A11 却在发了3个配色的状态下，依旧存在着溢价的情况。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冲着它这个极具机能风的外观而去购买的。外观确实没话说，单一个帅字就可以简单且精准地描述这一双鞋的外观。但是除了外观之外，它的性能是不是过关呢？那就让当子来给大家聊一聊，好吧？在配置方面，全掌的 Jet Boost 加上工程网布与软质橡胶结合而成的鞋面，这一类的鞋面材质非常少见。大部分的情况下，这种软质橡胶顶多也就会用在中底上，用来控制住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而 A11 直接把它用作了鞋面，并且面积占比非常大，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一双鞋在重量方面没有办法做得非常轻质。它的重量确实也并不轻，单支42.5码的重量是477克。好在它的重量分布做得比较均衡，后跟锁定做得也十分出色，穿在脚上并不会有特别笨重的感觉。不过将近500克的重量就摆在这里，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如果你的体力不好，或者是脚底下没什么力，穿这一双鞋在进行一些全场的实战过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而在脚型适配方面，它的鞋楦宽度适中，适用于大部分的脚型，宽脚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不错的包裹体验。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比较高，那它鞋面前端的这一块封闭式的鞋面会给你的脚背带来一定的压迫感，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至于尺码的选择，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虽然鞋内的长度还算比较合适，但是这一双鞋对于我这种脚型偏窄的人来说，包裹并不算特别出色。由于鞋面的材质问题，它的鞋面并不能像那一些织物鞋面或者是皮质鞋面一样，在拉紧鞋带之后能够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脚型。穿上脚之后，你会觉得它的鞋面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而且它鞋面的内部填充也并不厚实，鞋舌也略微偏薄。在拉紧鞋带之后，你会感觉到在不少地方它都会存在硌脚的情况，比如说最后一对鞋带孔位置处，比如说鞋面的弯折点处。包裹的舒适度真的算不上出色，并且在我穿了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之后，这种静态包裹方面的不足以及磨脚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尤其是在脚踝处磨脚的情况一直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我穿上最厚的篮球袜也还是会磨脚。如果大家想穿这一双鞋却不想得到这种磨脚的感受，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脚或者是佩戴护踝，其他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当然这对于实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它的动态锁定也确实没什么问题，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顶脚趾脚在鞋内位移或者是掉跟这一系列锁定方面的问题。只要动态锁定没有问题，静态包裹只要不是特别拉胯，我都可以接受。那你能不能接受呢？而这一种橡胶材质的鞋面加上高强度的工程网布，在强度方面的表现，大家自然不需要太担心。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并且它的中底也使用了阿迪一直广受好评的这一块8字形 TPU， 整体的强度表现非常出色，不管是中底的抗扭还是鞋面的支撑力度都没有问题。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用来打高强度比赛的兄弟也可以放心购买。而当你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双鞋的中底厚度是真的非常的低，非常贴地，场地感表现甚至可以跟狂潮5 Pro 比肩，并且它在拥有出色场地感的同时，还有着非常不错的脚感。虽然缓震极限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对于缓震要求本来就不是特别高的人来说，也算够用。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这一双鞋你就不要考虑了，好吧？较薄的中底厚度以及全
长的 Jet Boost 让它拥有了还算不错的反应性表现。虽然中底的缓震材料整体调教略微偏软，但是耐不住它够薄啊。而且这一次的中底 Boost 在上层放置了一块中底部，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在蹬地时中底的泄力感。虽然对于像我这样比较依赖爆发突破的球员来说，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它的中底还是会有一点点泄力的感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球员来说，这一次的中底调教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中底过渡做的也非常流畅，中底的2块 TPU 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中底过渡，加上它合适的龙骨落差，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穿它在跑动的过程中都能够得到比较不错的跑动感受。那看到这里啊，估计大家都会觉得，这一双鞋的中底好像确实还不错，对吧？但是它的中底存在的小问题也确实是不少。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足弓支撑，虽然 A11 的中底在内侧足弓处做出了一定的内收和抬起，但是由于鞋垫就是这种纸片鞋垫，整一个鞋垫没有任何的强度可言，在足弓处也没有做出明显的起伏，再加上中底的外部框架也略微偏软，鞋面在足弓位置处与我们的双脚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多余空间，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一丝球鞋给予我们的足弓支撑。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观众老爷们，在购买了这一双鞋之后，给它更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还是比较有必要的。第二点就是中底的滚动感比较一般，虽然 A11 在中底放置了一块几乎覆盖整个中底的8字形 TPU， 但是前叉部分的宽度明显偏细，整体硬度偏软，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明显的力反馈，只能起到提升球鞋中底抗扭转以及加强中底过渡的一个作用。第三点，这一点只针对习惯使用全掌跑动的球员，当你穿它在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跑动的感受略微有所欠缺。大家可以看到，在跑动时球鞋与地面相接触的这一个位置，在这一个位置处有一块大底，中底的 TPU 还有中底的 Jet Boost， 而过渡到前面少了 TPU， 大底也在这一个位置处做出了一个应力释放点，这个位置会明显变软，在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后跟处的过渡会略微有一些生硬，而且整一个后跟的角度做的也略微有一点点偏方，在球鞋与地面接触的时候，总感觉不是特别丝滑。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习惯使用全掌跑动的兄弟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其他方面，它的表现都比较不错，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中底材料的全方位包围，让它拥有了十分出色的稳定性表现。穿它在打球的时候，脚底下非常踏实，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它的大底非常宽大，并且也非常的平整，相信大家一定会担心它在灵活度方面会不会有问题。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较为柔软的大底以及中底可以让这一双鞋做出这样的动作，这就让它在灵活性方面同样也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不管往哪一个方向进行变向或者是侧向移动，它的大底都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阻滞感，即使变向狂魔选择它也绝对 OK。全掌的人字纹大底在抓地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即使是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不过整体的橡胶用料略微偏软，如果要用来打外场还是会有一些吃力。我的建议是尽量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好吧？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减，它的整体实战表现只能算够用的这一个级别。如果你要说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有多出色，好像真的有点说不出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是一双拥有着极为出色外观的一双篮球鞋，一双极具穿搭属性的篮球鞋。那我们再给这样一双鞋加上够用的实战性能之后，那必定会是一个爆款产品。虽然它没有特别极致的包裹，虽然它没有出色的足弓支撑，但是如果我们要用来作为平时的日常穿搭，那这不就是刚刚好的一个鞋款吗？穿它出门压马路足够帅，要打球也绝对没有问题。这不就是我们广大的学生朋友们，或者是一双鞋要穿到烂的兄弟们最需要的产品吗？虽然现在还处于溢价的状态，但是未来货量大了之后，价格下来了之后，它甚至会成为一双校鞋。当然，这都是在价格合适的一个前提下才会出现的情况。至于将来价格会在哪一个价位段，就看以后的货量够不够大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